今日首富不能生育，从孤儿院领养了我，而弟弟却被普通人领养。后来我不仅继承了养父母的千万资产，更是年纪轻轻就成为上市总裁。被极度冲昏头脑的弟弟居然将我从高楼推下，再一睁眼，我竟回到了首富来孤儿院领养我的这天。只见弟弟一把推开我，紧紧抱住林太太的眼球飞舞，看着他和前世截然不同的反应，我知道他也重生。亲爱的弟弟，真是谢谢你了，这辈子我终于逃离了地狱。上辈子我被林氏夫妇收养后，在他们的棍棒折磨教育下，我成了人人夸赞的优等生，但是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听话的陪人。果然，林太太看着弟弟卑微的请求，十分受用。老公，我看这孩子长大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就这样，首富夫妇领养了弟弟，而我这辈子没有那些严苛的逼迫，成绩依旧名列前茅，是院长眼中的骄傲。反观弟弟去了林家第一天，就因为说话带口音而被林太太叫去了10年来，因为成绩不好，他过得比我上一世更加艰辛。350，我们给你花了那么多钱，给你塞进贵族学校，你就考出这个分？妈妈，我最近通告太多了，拍戏太累了。闭嘴！要不是看你那张脸还能在娱乐圈捞点钱，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林先生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楚生，我对你很失望，还有你的口音，这么多年也改不过来，带你去晚宴只会给我丢人。爸爸，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既然独说不行，那个选秀综艺你必须把冠军拿下来。庄楚生咬着牙，想起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我因数学竞赛得奖而被保送的新闻。凭什么我过得这么痛苦，他却能过得那么好？明明这一世是我被首富领养，而站到领奖台被保送的仍然是他。林家夫妇并没有发现庄楚生眼底的恨意，接着聊起来。老公，既然楚生烂泥扶不上墙，是不是该把他那个双胞胎哥哥接回来了？那个庄必凡是省重点苗子，楚生肯定是考不上京大的。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能替楚生考试的影子。庄楚生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惊喜。好啊，也该让他尝尝这地狱的滋味。第二天，林家夫妇带着庄楚生来到了孤儿院，将一张支票递到院长面前。王院长，这是给孤儿院的捐款，用来翻修宿舍楼和食堂。院长看了看支票，又看了看林家夫妇，随后推了回去。林先生，毕凡还有2个月就要高考了，这时候转学对他影响太大了。这怎么是影响呢？我们是看楚生太孤单，想念哥哥。再说了，我们林家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你这孤儿院能给什么？院长，正当院长犯难之际，我站在门口打断了他。毕凡，快跟林先生、林太太问好。哥，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这种破地方都能考第一，真是辛苦了。爸妈是好心接你去享福的。我白了庄楚生一眼，随后问道：接我去林家是以什么身份？当然是养子，和楚生一样。我不信，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无利不起早，伤人的本性。我走到桌前，拿起那张支票看了一眼，随后轻笑一声：100万买一个省状元的前程，林先生这笔生意做得太划算了。林先生眯起眼睛，第一次正视这个少女。那你想要什么？我要独立的户口，不改姓。还有，这笔钱太少了，给孤儿院建一栋全新的教学楼，再加500万设立奖学金。答应这些，我就跟你们走。你是疯了吗？成交！林先生立刻拍板，因为这点钱对他来说九牛一毛。他在意的是我展现出来的这种源源不断的谈判能力，这才是他想要的继承人素质，哪怕只是个备用的。毕凡啊！我转身握住院长的手，眼神温柔且坚定。院长，你放心吧。而我转过身面对林家3人时，眼里的柔光瞬间消失。林氏夫妇，庄楚生，既然你们非要送上门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回到林家别墅后，林夫人为了让我听话，直接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以后你就住客房吧，2楼是楚生的地盘，没有允许，不准上去。还有，对外楚生才是我们林家的大少爷，你只是个远房借住的亲戚，懂吗？我内心一阵冷笑，不就是想用捧一踩一的方法让我听话吗？我心平气和地回应道：可以，安静就行。晚饭时间，长桌上摆满了精致的晚餐。庄楚生特意换了一身名牌居家服，熟练地用餐刀切根牛排，眼神却一直瞟向我，等着看我出丑。哥哥会用刀叉吗？要不要我教你啊？哦，对了，这种澳洲 M9 和牛，你在孤儿院10年也没见过吧？别急，慢慢吃，没人和你抢。林氏夫妇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拿起刀叉，动作行云流水，优雅的仿佛刻在骨子里，甚至比受过10年训练的庄楚生还要标准。庄楚生的笑容僵在脸上。上一世20年的豪门生活，这种餐桌礼仪早就成了肌肉记忆，味道口感都一般，而且这也不是 M9，顶多是 M5。林先生拿酒杯的手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管家。管家脸色苍白，低下头，显然是管家偷吃回扣，以次充好。庄楚生眼见吃瘪，于是用自己的散装英语向我挑衅。看有暗的私单的我太爱母 C 英，Do you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in high society？ 林太太皱眉，刚想训斥庄楚生卖弄，我却抬起头，用一口纯正的令人发指的伦敦腔回击。Your pronunciation is atrocious, and your grammar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High society isn't about showing off, it's about knowing when to shut up. If I were you, I'd focus less on the accent and more on the vocabulary, which seems pitiably limited. 餐桌上一片死寂。庄楚生虽然听不太懂全部，但也知道自己被骂了脸，长成了猪肝色。林先生在一旁生气地说：你连个孤儿院出来的都比不过，每个月几万块的私教课都喂狗了吗？去阁楼把刚才毕凡说的话写100遍，写不完不许吃饭。庄楚生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又看他一脸淡然的嘴。哼，庄毕凡，咱们走着瞧。这天林先生在客厅大发雷霆：找，都给我找！那块和田玉扳指是老爷子留下的唯一遗物。庄楚生站在角落看了一眼刚从学校晚自习回来的我，突然开口：
爸爸，我今天看见哥哥好像进过您的书房。我没进过，你撒谎！我明明看见你鬼鬼祟祟的从书房出来，手里还攥着什么东西。爸爸，哥哥以前在孤儿院穷怕了，会不会是一时糊涂？李凡，把你的书包打开。林先生，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林太太冲过来，一把夺过我的书包，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全都倒出来。一枚玉扳指从书包夹层里滚出来，庄楚生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然后赶紧故作惊讶的捂住嘴。天哪，哥！真的是你，这可是爸最珍贵的东西啊！你是不是想拿出去卖钱？林先生大步走上前，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就想对我动手。一个手脚不干净的白眼狼！然而我竟精准拦住了他的手，然后用力的甩了一边。真是一群蠢货！在定罪之前，是不是该看看证据？赃物都在你包里了，还要什么证据？这东西是谁放进去的？谁心里清楚？我冷冷的扫了庄楚生一眼，庄楚生被那眼神吓得退了一步，随即梗着脖子喊：“哥哥，你别血口喷人啊！难道你认为是我先害的你？到底是不是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从地上捡起笔记本电脑，然后手指飞快的敲击了几下。庄楚生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哥哥，你要干什么？我为了能过2天安生日子，在家里各个隐蔽的角落都装了针孔摄像头。我按下播放键，只见视频里庄楚生鬼鬼祟祟的溜进书房，将玉扳指偷了出来，紧接着塞进了我的书包里。庄楚生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我合上电脑，淡淡的说：“看看你们的好儿子，为了赶我走，连已故爷爷的遗物都敢拿来做局。”庄楚生见状，立刻拉住林先生的衣角：“爸，你听我解释，我是怕他抢了你们的爱，我只是一时糊涂。”滚开！林先生一把将庄楚生推开，随后转头吼道：“管家，把家法请出来！”很快响起了庄楚生凄厉的惨叫声。林太太在一旁看着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庄楚生，又看了看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我，心里泛起疑。这个装逼凡不简单啊！他早就预料到了一切，却一声不吭，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庄楚生往火坑里跳，然后在最后一刻给他致命的一击。100下，一下都不能少！我一世英名，竟然养出你这种蠢货！陷害就算了，手段还这么低级，你是猪吗？我听着这话，心中冷笑。看，这家人生气的点不在于养子的不道德，而是人蠢。我转身回房，不想再理会这场闹剧。这次事件过后，庄楚生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佣人们看他的眼神不再恭敬，林先生更是视他如空气。绝望中，庄楚生决定孤注一掷。1个月后，林氏集团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年度商业晚宴，届时京市所有的名流都会到场，还有几份设计几十亿的重要合同要当场签署，这对林家事关重要。庄必凡，你就等着遗臭万年吧。晚宴当晚，我虽穿着普通但气质清冷的不少，不少千金名媛都偷偷打量着这个生面孔。周围传来议论声，那是谁家的小少爷呀？好有气质啊！听说林家又收了个养子，是个学霸，该不会就是他吧？站在一旁的庄楚生听着周围的议论，恨得握紧了拳头。等着吧，马上就让你身败名裂。晚宴进行到高潮，林先生准备与合作伙伴签署一份关于新能源开发的绝密合同。为了表示诚意，这份合同的底价和核心技术参数，我们一直严格保密。楚生，将文件拿上来。庄楚生一脸惊慌地冲上台，手里拿着一个空的文件袋。不好了，文件不见了！什么？全场哗然，怎么回事？庄楚生目光闪烁，支支吾吾地看向台下的我。我刚才看见哥哥在休息室动过您的公文包，但我不敢确定。还来这招，庄楚生，你陷害人能不能有点新意？但上一次是家事，这一次是公事，涉及到商业犯罪，一旦被他坐实，我这辈子就还要坐牢。好啊，竟然敢偷商业机密，搜身报警！几个保安立刻围了上来，周围的宾客指指点点，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孤儿院出来的手脚确实不干净。我淡定看着台上演的卖力的庄楚生，缓缓开口。庄楚生，你确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玩这种把戏？哥哥，如果是你拿的就交出来吧，爸会原谅你的。别为了钱走上犯罪道路啊！林先生在台上黑着脸下令，保安粗暴地抢过我的手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但里面除了几本书，什么都没有。庄楚生愣住了，怎么可能？我明明亲手塞进去的，还在上面印了他的指纹。林太太亲自上手搜我的身，结果依然一无所获。闹够了吗？不可能，肯定是他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了，赶紧查休息室的监控。好啊，嘿嘿，我早就将视频抹掉了，我是唯一的证人，这次你百口莫辩。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身影竟清晰地出现在大屏里。只见庄楚生鬼鬼祟祟地将一份文件塞进了宴会厅角落的一个巨大的花瓶，然后他拿着空文件袋跑向舞台，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保安立刻跑过去，果然在花瓶里掏出了一份文件。这怎么会？很奇怪，为什么监控会接到大屏幕上吗？因为林家的安保系统太烂了，我顺手帮你们升级了一下。顺便，为了防止有人在玩栽赃陷害的把戏，我设置了实时云端备份和投屏快捷键。林先生站在台上，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似的。台下的合作伙伴冷笑一声，站了起来。林总，看来贵公子的品行有待考量。这份合同我们还是暂缓签署，毕竟我也怕哪天我的机密文件被令郎塞进花瓶里。说完，合作伙伴拂袖而去。这一走，带走的是几十亿的合作和林家在京市商圈的脸。你个逆子！林先生抓起台上的麦克风，狠狠砸向庄楚生。晚宴风波后，庄楚生彻底成了林家的弃子，被关进了阁楼。林家夫妇开始重新审视我。毕凡啊，之前是我们忽略了你，没想到你这孩子这么聪明，这么有手段。那晚宴上的事做得漂亮。毕凡，我们决定了，从今天起，
你正是作为林家继承人培养，这是为你制定的精英培养计划。我拧着眉头，看着和上一世一样密密麻麻的表格。怎么，你不愿意？李凡，你要知道，孤儿院那边的赞助款，我随时可以停掉。他们知道我不好控制，于是干脆撕下面具，用我的软肋对付。于是我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一个标准的顺从的微笑。爸妈，谢谢你们的栽培，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负你们的期望。这才是好孩子。手机交出来吧，从今天起，你要断绝一切无用的社交。我关顺的交出了手机。好了，回房去吧。今晚先把这本宏观经济学背下来，明早抽查。回到书房，我并没有看书，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我早就准备好的备用机，快速发出了一条加密信息：鱼已咬钩，专利文件已准备好，等待下一步指令。林氏夫妇以为他们终于控制住了我，却不知道他们才是我计划的一环。只有让他们觉得控制住了我，他们才会放松警惕，才会将关乎林氏集团生死的新型电池专利项目透露给我。庄楚生既然已经废了，那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接下来的1个月，我完美的执行着那份变态的计划表：5点起床练口语、做题、分析财报，并且在林氏夫妇面前表现的顺从，甚至主动讨好。在几次小规模的商业测试中，我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帮林先生解决了不少难题。林先生对我越来越满意，防备心也逐渐降低。晚饭时，林先生随口说道：“毕凡啊，今晚有个重要项目的研讨会，你就在旁边旁听吧，做做会议记录，学学怎么运作大项目。”我心头一跳，来了！上一世林氏集团正是靠着偷窃一位老教授的固态电池技术起家，并申请了专利，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位老教授却失踪了。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好的，爸。那天晚上，庄楚生趁着送饭阿姨忘记锁门的间隙偷偷溜了出来。他本想去厨房偷点吃的，路过书房时却发现书房门虚掩着，里面林先生正在和几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激励，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图纸，上面写着原理 X 型固态电池核心架构。庄楚生虽然看不懂技术，但他听到了林先生的一句话：这东西要是成了，市值至少翻10倍，记住，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尤其是专利申请前。庄楚生倒吸一口凉气，随即鬼迷心窍地掏出手机，对着门缝颤抖着手按下了拍照键。虽然关了快门声，但闪光灯忘记关了，一道白光闪过。谁在那？庄楚生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然而我却故意挡住了林先生追出来的路线。爸，怎么了？刚才好像有人偷拍。是吗？可能是窗外的闪电吧。我指了指窗外，林先生狐疑地看了看窗外，确实电闪雷鸣。毕凡，你就在门口守着，谁也不准靠近。好的，爸。我转身背对着书房门，看着通往阁楼的楼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我当然知道是庄楚生，甚至连送饭阿姨忘记锁上的门都是我弄坏的。以那个蠢货的性格，拍到了商业机密，一定会立刻在网上炫耀并寻找买家。只要他一动，就是万劫不复。而林氏集团因为这个非法偷来的核心项目，也会跟着一起陪葬。猎杀正式开始了。庄楚生不懂技术，但他知道怎么用他拍的这张照片换取关注。随后他登录了一个知名科技论坛。这就是林氏集团那个吹上天的秘密武器，看着也就那样嘛，有图有真相。他急于向那些嘲笑他失宠的人炫耀，他依然能接触到林家的核心机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论坛里潜伏着无数商业间谍。第二天清晨，林先生看着财经新闻，表情呆滞。某知名科技论坛惊现固态电池核心架构图，多位专家指出，该设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涉嫌抄袭国外开源技术。我的图纸怎么会泄露？我坐在对面，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随后装作惊讶的开口：“爸，这照片的角度好像是从书房门口拍的，而且这上面的水印怎么好像是楚生的手机？”林先生猛地抬头，眼球充血，立刻冲到阁楼，将门踹开。庄楚生被林先生拖到了大厅。你个逆子，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知道你让林氏集团损失了多少吗？我只是发着玩玩的，我设置了月后起粉的，怎么会被转载？玩玩，你把我的命都玩没了！林先生彻底疯了，他抄起高尔夫球杆朝庄楚生身上砸去。这次你是真的把天捅破了，那是林家所有的流动资金压住的项目，现在泄密了，不仅专利申请会被驳回，还会面临巨额赔偿。把他关进地下室，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给他送饭，饿死这个败家子！林家的危机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核心技术泄密的消息一经曝光，银行纷纷上门催债，合作方集体解约，林氏集团的股价在3天内暴跌了70%。林先生焦头烂额，林太太则整日唉声叹气，而我依旧扮演着那个完美继承人的角色，每天按时完成精英培养计划，甚至主动帮林先生整理破产清算的资料。我的顺从和能力成了林氏夫妇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天晚上，我趁着给林先生送夜宵的机会，无意中提起了那位研发固态电池技术的老教授。爸，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这项固态电池技术的原始构想和10年前一位姓陈的老教授发表的论文高度相似。闭嘴，不准提那个老东西！林先生猛地拍而起，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狠厉。看来我上一世的猜测是真的。对不起啊，爸，我只是觉得奇怪，那位陈教授后来好像失踪了。小孩子问那么多做什么？赶紧回房学习去。林太太厉声打断我，却难言语气中的慌乱。我转身离开书房，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因为我早就通过备用手机联系上了陈教授的女儿陈曦。陈曦是一名律师，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父亲失踪的真相。这天，我利用空闲的半小时和她碰了个面。陈曦坐在我对面，
眼眶通红的递给我一个陈旧的笔记。这是我父亲的研究笔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固态电池技术的研发过程，还有林振华威逼利诱他交出专利的证据。我父亲就是因为不肯妥协，才被他们……陈曦哽咽着说不下去。我翻开笔记本，发现最后几页记录着林振华派人威胁他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陈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让林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回到林家别墅，我故意将笔记本的一角录在书房门口的地毯下。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书房里就传来了林太太惊慌失措的尖叫。振华，你快看这个，这不是那个老东西的笔记吗？怎么会在咱们家？林先生冲过去拿起笔记本，手指颤抖着翻阅，脸色从惨白变得铁青。不可能，当年我明明把他所有的资料都烧了，怎么还会有一本？一定是庄必凡搞的鬼。林先生冲到我的房间，看到他闯进来，我故作惊讶的抬头：“爸，您怎么了？是不是你把陈老头的笔记放在书房的？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昨天我整理您让我归档的旧文件时，还以为是您收藏的技术资料，难道那是……我故意露出恍然大悟又惊慌失措的表情。这件事不许再提，你要是敢泄露半个字，孤儿院的赞助款……我知道了，爸，我一定守口如瓶。林先生转身离开，我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昨晚我已经将笔记里的关键内容全部拍照备份，而陈曦早已联系了多家媒体和司法机关，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林氏集团的罪行公之于众。与此同时，被关在地下室的庄主生他要走，断水断粮2天后，他用尽全身力气撞开了地下室的小窗户，逃了出去。他不敢回家，只能躲在天桥下，像个乞丐一样捡别人丢弃的食物。走投无路的他想起了之前在论坛上联系过他的一个买家，他曾经出价500万想买他手里的技术图纸。庄主生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喂，我有林振华更致命的证据，你们还收吗？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一个变声器处理过的声音。什么证据？如果真有价值，价格好商量。林振华当年逼死了陈教授，他手里有陈教授的研究笔记，我亲眼看到的。庄楚生以为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这个买家其实就是陈曦。他的这番话直接被录音，成为了指控林振华的又一笔。3天后，京市最大的财经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新闻：林氏集团惊天丑闻，涉嫌窃取技术，逼死研发教授。附带的还有陈教授的研究笔记照片、林振华威胁陈教授的录音，以及庄楚生的证词录音。一瞬间，林氏集团彻底崩塌。警车呼啸着开进林家别墅，看着被戴上手铐的3人，我站在别墅门口，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心中积压了2世的阴霾终于散去。庄必凡，是你毁了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毁了你的从来不是我，是你自己的贪婪和狠毒。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林振华因故意杀人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林太太作为从犯，也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庄楚生虽然泄露商业机密，但有立功表现，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林家别墅被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林氏集团的债务和赔偿陈教授家属。陈曦捧着父亲的研究笔记，在法庭上红着眼眶。迟到了10年的正义终于来了。我站在旁听席上，看着他释然的笑容，也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保送的入学的消息，院长紧紧抱着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必凡，好样的，你终于熬出头了。院长，谢谢您这10年的照顾，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开学那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京大校园，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小路上，耳边是同学们爽朗的笑声。我不再是林家的备胎继承人，也不是那个活在阴影里的重生者，我只是庄必凡，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终于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